这一集想带你们看看我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香港，新的旧的全部 mix 在一起，这也是我觉得香港最迷人的地方啦。我们开始吧。好好吃哦！现在我们来大家都爱吃的澳洲老奶公司。来到香港，怎么能不吃澳洲牛奶公司？这里最有名的除了早餐之外，还有它超夸张的速度，可能真的3分钟都不用，早餐就已经在桌子上面了。还有，他们穿的白色制服，真的很有老香港的感覺耶。火腿通粉，法蘭西多要等2點喎， 2點啊，咁之後再嗌啦嚇。咁炒蛋多士啊，炒蛋多士，熱嘅檸檬水，少甜，不需要 share 位置啊，就2個人在一個很角落的一個地方。你看，就這樣子大，2個人坐在這邊小角落看着牆壁，然後這邊有一個 menu， 我覺得這個還蠻可愛。那我們也點那個法蘭西多啦，是法蘭西多，是 French toast， 對，可是2點才有，所以我們2點之後再點，還有3分鐘。先來個蛋奶啊，這是熱的蛋奶。少不了的西多士啊，2點才有的西多士。它的鸡蛋都很好吃，就滑滑的，香香的。好好吃哦，那炒蛋真的好好吃。那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想说要赶快把那个 menu 看一遍，然后直接点。店员呢就直接说，慢慢做，慢慢做，慢慢看。那我甚至看到很多的游客来了，他们就会主动帮忙提行李，就想说，你这么多行李，你们坐这边就好了，帮他们把行李拖好放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他们其实很友善呢。相比就是网上面想说他们就可能会比较凶一点点，反正我觉得没有反而觉得他们很友善。吃方面我觉得一样好吃，鸡蛋真的超好吃，奶茶营养也蛮好喝，我没有喝啦，就旅伴在喝。炒蛋多士很好吃，炒蛋一定要点。法兰西多士也是好吃，也是蛮好吃的。那自己炖奶，我个人有点甜，所以我只吃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很香啦，很浓郁。Let's go 下一站。接下来搭地鐵來到深水埗啊，找這家很多香港人從小吃到大的腸粉店，合益泰和義泰3條腸粉只要10塊錢港幣誒，重點是它真的超滑的，再淋上麻醬、甜醬和芝麻，很簡單，但吃了就會讓人很快樂啦，而且真的會一口接一口誒，難怪那麼多人都直接站着吃。係，唔辣。先食魚蛋喺度食。对。好，唔該。这是我们的腸粉啊，腸粉加甜醬加麻醬，还有这个我们点的是魚蛋，还有豬皮。现在我们去吃晚餐面，来自一碗正宗的港式雲吞麵麥恩記。來這裡很多人都會點細蓉啊，唔該。我一個上湯水餃麵，細嘅。這是我的水餃細蓉。那一上桌，你可能會想說，怎麼這麼小碗？但這其實才是傳統港式雲吞麵最講究的地方。聽說這樣麵才不會泡太久，口感也會更好。特別喜歡吃香港的芥蘭，真的很好吃。它的湯頭真的鮮甜到不行，我自己真的還蠻喜歡的。如果想體驗最道地的港式早茶，一定要來上環的六安居。現在我們來到了上環的六安居，這裡現在還保留着很少見的點心推車嘞，那很多時候還需要搭台呀，就是跟陌生人一起坐，可以順便聊聊天嘛，還有偷看他們吃什麼。睇下。燒米冇啊？好燒埋一齊啊！哦，唔係啊。粉果啊，番茄。呢個咩嚟嘅？魚蛋酥。咩啊？魚蛋酥。
那阿姨推着点心车经过的时候，大家都会立刻围过去，真的很像明星登场，被一群粉丝包围着嘞。燒賣蝦餃大包粉腸蛋撻的直接现场拿，虽然环境有点吵，但我反而其实很喜欢这种感觉。终于来了，我们终于抢到了燒賣啊，跟那个蝦餃。燒賣。刚吃饱了，哎，我还是觉得这里很好吃，就是这里很有那种 surprise 的感觉，不知道他们推的那个车子来的时候会是什么点心在里面。我还蛮喜欢那种开箱的感觉，前面的时候一直在等都没有食物，然后一直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点到一些我们想吃的东西，就像烧麦啊、粥啊、肠粉类的东西，最后都还是有吃到了，我还是觉得很好吃，我还蛮喜欢这里的氛围的，然后价钱也不会很贵，而且很有那种怀旧风格、老香港的那种点心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哇！来到香港，大家都叫我一定要吃益顺的招牌双皮炖奶。哦，我們現在嚟益順牛奶公司吃燉奶，係咩啊？一個香滑芝麻燉奶，係凍嘅，係仲有3碗雙皮燉奶，係熱嘅，熱嘅。我們的燉奶到了，滑滑的燉奶，你看滑滑的，整。在香港这种快节奏的城市，坐在这里慢慢吃完一碗，咦，真的很享受诶，简单但超级 classic。吃饱了，蛮喜欢，就是滑滑、甜甜，没有到很甜了，就很香奶香味，滑滑的，放进去嘴巴就融掉的感觉。现在很多人满座的，喜欢。中环双环这里呢，真的有好多的楼梯呀、然后这里就是特别的斜。接下来走到中环很有名的石板楼梯街，这里很有老香港电影的感觉。那最酷的就是这整排很复古的老档子中间，竟然藏着一家超现代的 bakery， 新的跟旧的 mix 在一起，真的很香港哎。哎，叫我吃早餐时间。来的这一家是一家最近蛮有名的，叫做 Socialist Goods Bakery， 中环就是 Central 附近，主要是想吃他们的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盖蛋仔，就是他们蛮 special 的，像鸡蛋的盖蛋仔，就是圆圆粒的盖蛋仔。然后也来这边吃早餐。我个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西式早餐，所以今天就吃这个早餐。这个就是它有名的鸡蛋仔，一盒里面有6个，你是可以另外单件买。这是我的早餐呢 ，avocado toast egg， 看起来超好吃。现在好吃这个鸡蛋，我蛮喜欢里面的沙司，很好吃，很香，它里面的好吃，好吃。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氛围还蛮不错的，就食物也蛮适合我，蛮好，感觉蛮好吃。然后他们有非常好看、非常好吃的 pastry， 每一个我都好想吃哦。我经过了这个地方，感觉上就是很多上班族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就是满满都是上班族。星期一的中午时间啦，所以这地方全部看到的都是上班族都在买东西吃，还
还蛮热闹的这里。是时候喝杯咖啡了。来到中晚最新的 The Henderson 里面 ，Arabica 真的超美，整个空间很前卫，跟外面的老香港完全不一样。坐在这里喝咖啡真的很舒服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 The Henderson 金钟站附近的一家 The Henderson。我会来这边主要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这里的设计师，就Zaha Hadid Architect 的团队设计出来的这个 building。我觉得整个 building 就是个 masterpiece， 真的很好看。concept 就是有一个花就设计出来的一个整个 building concept 啊。我来这边主要是喝杯咖啡，来吃 Arabica， 因为这里有一个 Arabica， 所以我来看看，顺便就来喝杯咖啡。整个环境非常舒服，当然这里是一个上班族的地方啊，就是一个 office building， 所以没有游客。然后后面身后这里的就是 The Henderson 的隔壁呢，就是大家所看到香港其实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中银大厦，对 ，Bank of China Tower 就在这边后面，没错，它就在那隔壁。对，就是这个整个 counter 看起来就很好看哎，就是整个形状、糊状都很好看，所以我还蛮喜欢的。接着这家最近在网络上真的红到爆，身为甜点控，这趟来香港是我最期待的，就是 Milkfield， 就是为了这个超有名的千层拿破仑泡芙，走，赶快带你们去买。现在我人在中环的 IFC Mall 这边来这一家 Milkfield， 它在那个尖沙咀那边有一家，然后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一个小间的 kiosk， 我就来这边买了，因为据说它的那个拿破仑很好吃，我就来买。那它今天有推出新的口味啊，就 Yuzu 柚子口味的，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开心果口味。虽然旅伴一直很想吃 Yuzu， 但我还是买了开心果口味的 Milkfield， 46港币一个，然后现在就来开吃一下。它就在这边一个小小的 kiosk 啊，就是这个 Milkfield， 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开心果，然后就看起来很好吃，对不对？那我觉得最贴心的就是它已经折好了 plastic， 就是你手这样拿可以直接来吃，这样我觉得这很贴心耶，就不需要弄按扎你的手，或者你手不需要特别去洗，然后就可以吃了，看起来就很好吃，脆脆的感觉。吃喽！哇！它超级酥脆的。它超脆的，然后不会很甜耶，口感超好，它也不会很甜，咬下去是有那个声音 ，clash 那个声音，哇，好吃，我蛮喜欢吃的。香港真的很多蛋挞专卖店，但这家 #B 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外皮真的超酥脆，内馅又非常香浓，这是我2年前吃过之后再也忘不掉的印象。所以这次重返香港，我说什么都一定要再回来吃。买了 #B， 对 #B 是我上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就很喜欢吃的蛋挞，我真的很喜欢吃蛋挞。那2年前来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喜欢吃 #B 的这个蛋挞，因为我印象中它里面有那个焦糖。就很好吃，所以我就买了。你看，对，然后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多了 pistachio 开心果的口味。那个旅伴小倩看到就说一定要买这个 pistachio， 先吃原味的好了。我们刚才从 #B 那边走回来饭店，大概20分钟吧左右吧。它还是非常的酥脆，它虽然没有很热，可是它就是脆，它还是很脆啊，外面的皮是薄薄。还是很好吃哎，它还是目前我心目中的第1名。特别是吃到里面那个焦糖的时候，真的很好吃。然后吃一半就够了。这个是 pistachio 开心果的口味，开心果的味道还是很浓烈啊。这里面是这样子的，有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吃原味，这个也 OK 了。反正我们来到了旺角啊，走进这家很有名的女人街食飯公司，一进来真的有种1秒走进香港电影的感觉。整条复古香港街景，霓虹灯还有大排档的元素，全部都直接搬进室内耶。在这种氛围下吃晚餐，很有香港味啊。然后这里也蛮有氛围的。整个感觉，整个空间都很有氛围。这个就是他们的 menu， 其实还蛮多啦，这只是一个比较多人选择的食物罢了。太一些吃晚餐时间，然后今天跟朋友们一起吃晚餐，所以特别的兴奋。
我们来的是女人街食饭公司，女人街吃饭公司，然后我们点的都是一个比较 popular、比较有名的，就是每个人都点的食物。那这里其实最有名吃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叫做什么黑松露鲜虾多士，这个就看起来很好吃哎，所以我应该会吃一点点。然后我每次点了几个就是古老肉啊，那几个经典的都有在点。这个是丝瓜粉丝蛤蜊。这个是玉米哦，这个是古老肉，经典的古老肉。我们还点了一个走地鸡，这是整只鸡，因为我们有6个人、7个人吃，是最有名的黑松露虾多士，同路西多士啊。我想说，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好吃，虽然这是炸的，我不可以吃这么多，但是真的很好吃。它整个层次感真的很棒。大家一定要点这个黑松露菜多士虾多士，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既然是美食特辑，怎么能漏掉煲仔饭？虽然它上一集已经出现过了，但我真的很喜欢，尤其是煲仔饭在砂锅里面滋滋滋滋滋滋的声音啦，还有最底下那层锅巴，真的超香的。想看完整介绍，可以回去看上一集哦。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很道地的大排档啊，直接坐在马路旁吃饭，真的很有香港夜生活的感觉。听着大火爆炒的锅气声，再来几道热腾腾的炒菜，坐在街头吹晚风，边吃边看着香港的夜晚，我觉得这就是最香港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了佐敦附近廟街的附近，会选择来这边是因为上一次我来香港的时候，我经过了那个大排档。一个很多上班族都在那边吃的大排档，然后我就念念不忘，想说我想吃一下，然后跟朋友一起经过来这边，就觉得说，竟然跟朋友一起来，然后有很多人一起来，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来吃，因为大排档可以叫很多不一样的菜式，然后一起吃，这样我觉得还蛮爽的，所以我们就决定来这边吃了。这里是我随便选的啦，它就是大排档里面有几家。就是一个整个像 food court 之类的吧，它里面有几个店，就大炒有几家店，然后我们选了一个叫荣发的这家店，它就在廟街的这边，对，就是这里，你看就有很多人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的这一家是荣发。然后这里吃的东西还蛮多的，就好像蛮有名的是这个避风塘螃蟹，然后蛮多选择吃的。芥兰，这是牛肉。这里有我最爱的柠檬鸡，看起来就很好吃。这个肉饼很好吃哦，还有那个白鳝都很好吃。我们点了蛮多菜。突然想到第一集在湾仔吃的这家烧腊店，我现在想到还想吃尤其是那个叉烧，真的太夸张了。还没看第一集的人，记得等一下回去再补看哦。我知道很多一直关心我健康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开始为我担心了。放心，我一直都有好好注意平衡。对我来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来到香港感受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吃一点点自己热爱的烘焙甜点，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疗愈。有快乐的心情，我觉得也是健康很重要的一部分啦。而且我觉得香港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一边很复古，一边又很现代。前一秒我还坐在街边吃大排档，下一秒又可以走进很漂亮的咖啡店，新的跟旧的 mix 在一起，真的很有自己的味道。你们去香港最想吃哪一家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没看过第一集的朋友，等一下画面跳出来，记得回去补看哦。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啦。